我过了，我终于过了，过了。我到现在手还都在抖，先去换驾照再说。太开心了！我终于考过驾照了，我是一个合格的台湾人了，台湾人必备驾照。来给大家秀一下我的驾照哦。哦，太畅快了！什么感觉呢？我今天一来，雨下得很大，然后一路上骑着雨，穿着雨衣，冒着雨，整个雨都打在脸上，就这样，蛮悲伤的感觉，蛮悲情的感觉，一路到这个监理站。然后到监理站呢，那个办业务的人员感觉这2天可能那个太阳磁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受影响。反正我前2天头非常晕哦，感觉是有一点影响。那个办理人员好像也有一点影响，他就是我给他我的居留证，居留证上应该是西元的纪年，然后他就拿出了计算机来算我是民国几年出生的，然后在那里算完之后要收155的一个报考费和我要租车的那个费用，我给了他500元，然后他又拿出计算机来算要找给我多少钱。我想500减155不就是345吗？对，他反正就是流程办得很慢，搞得我非常紧张。然后我出门前去尿过尿，到了那边过了大概20几分钟，到了监理站又急着要尿尿，他又办得非常慢，我就在柜台这样扭啊扭啊，等他给我办完手续，然后我就马上去尿尿，真的是紧张到屁滚尿流的感觉。然后呢，今天去排队，今天人还蛮多的，大家可能都是等稍微雨停一下出来补考重考。现在雨停了，那到那边我今天也没有看那个线路图，也没有等其他人先考，我就排在那里，反正就是按顺序来。那今天那个监理官啊，就是那个考试的考官，好像比较严谨一点。他一开始站在那个路线图上来跟我们讲解要怎么走，其实我已经很熟了，了然于胸了。甚至我这一次来考之前都没有去看那个影片的流程，因为我觉得越看越紧张。其实我已经流程都记在脑海中了，只是实际操作、实际上路的时候，真的非常紧张，就是手忙脚乱的感觉。那像今天我前面等了3个人，2个人依然没有过。第一个人是跟我第一次一样，他到一个停止的地方，可能也是太紧张就没有停下来，直接骑过去，那个警铃就开始响了。我听到警铃，心理上真的已经有应激反应了，就非常紧张，更紧张了。然后呢，他直接没有过。那第2个人其实顺利利的一圈都开下来，开完之后被那个考官叫进小房间去，跟他回看录像，说他什么变换车道的时候开太快，然后没有打灯还是没有摆头，就是变换车道又要打灯又要摆头，就是感觉今天这个考官也不知道是现在这个考试的制度变得更严格更严谨了。我之前那个考官好像没有到变换车道他还会去追究到底有没有打头，一般只要打灯就好了。那可能这2天那个上年纪的人开车出交通事故的概率比较高一点，所以变得比较严格。今天这个考官真的蛮严格的，蛮严肃的。然后呢，我看到他其实也是更加紧张。前面2个都没有过，还好排在我前面第3个人他有过了，就是蛮顺利的，蛮稳妥的。但其实他过的时候，我脑子里已经一片空白，因为我等在那个起点处了。那我上去呢之后，其实整个路线我也很熟了，然后就开始开完真的是胆战心惊，就是感觉自己出了很多小错误，就是按油门啊、吹油门啊，那个油门又不是很受控，因为借的是监理站的车，不是很熟悉，不是很了解，那个油门吹的力度就不是太清楚，所以感觉自己也是手忙脚乱的。然后一圈开完，他叫我停在停车的位置，然后我就赶快问他，我说我过了吗？他说过了。哦，一颗心彻底放下来。然后他给我打分，打了90分。我说我过了，但是有扣分对吗？他说对，是你那个吹油门的时候有一些
就是没有一下子吹到位还是怎样的，就是吹吹松松这样的感觉。那当然那个车我不是很熟悉，它的力度我不了解，所以真的会有这样的小失误了。但是还好，就是90分也是有过，70分以上都是过。哦，真的太幸运了。我觉得可能跟前2个监理官那个考官八字相冲吧。今天那个考官虽然严格一点、严肃一点，但是可能八字比较合，一下子就过了。然后他叫我去1楼柜台领驾照，换领驾照的时候，我的手都在抖。我要在那个手机上打字发给果果报喜讯的时候，那个字怎么都按不到，手抖得不行，就是那种欣喜的感觉，真的。我进去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哦，我进去考试之前是这样子的。然后我考完试出来是这样子的。对，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精神状态，进去像一个抑郁症患者，出来像一个躁郁症，不是躁郁症，是那个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症，反正非常兴奋啊！真的，整个过程大概就是这样。这是第3次，真的是像上次所说的，过1过2不过3，第3次终于拿到了这个梦寐以求的中华民国驾照。那这里真的也要非常感谢之前影片里留言分享经验给我的观众，有很多人说他们考了7、8次，甚至10几次的，就让我心里有一个底，就觉得自己考2、3次也还好，大不了再重考。很多人也跟我说，你就当做这次会失败，然后大不了下一次来重考。其实真的重考也没什么，但是现在的报名系统真的很烂，就是你一定要线上报，而且线上要蹲守在电脑前，等到每天晚上12点刷新出新的空位才可以报到。流程很麻烦，所以也造成了我觉得失败后代价很大的这样一个紧张度。那当然了，我现在考完其实也是放着备用，目前还没有买机车的打算。但是我觉得还是很开心，就是可以实现机车自由了。实现机车自由，这作为一个上海普通老百姓真的很难想，有一些异想天开的感觉。因为我之前分享过啊，我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上海的摩托车驾照是什么价格，非常夸张。上海的摩托车驾照呢，它分成黄牌和蓝牌，蓝牌呢是50cc 以下的，黄牌是50cc 以上的。然后除了黄牌、蓝牌颜色不同呢，还分成 A 照和 C 照。A 照呢，就是在内环还是中环以内可以开。上海是分中环、内环、外环3个区域，也就是 A 照它开的区域最多，你可以从郊区开到市区。那 C 照呢，通常是只有外环以内还是内环以外啊，我忘记了。反正它就是概念里是郊区可以开的。那另外还分什么崇明岛、长信岛、横沙岛3个岛，上海的3个离岛专属的岛上用的驾照，机车、摩托车驾照。那个就是只有在岛上可以开。3种牌照的价格分别是怎么样的呢？岛上可以开的驾照是现在我查了一下，它的价格是32000元人民币一张。那郊区可以开的那个价格呢，大概是现在是17万人民币，已经很夸张了，对不对？比一辆汽车的牌照还要贵。那然后最贵的就是市中心都畅通无阻，真正是有钱的富翁才可以开的那个黄牌的 A 照呢，沪 A 的牌照呢，现在的价格好像是50几万还是60万这样子的人民币的价格，非常夸张。因为上海的摩托车管理它是这样子的，现在已经很久以前已经不开始发放新的牌照了，所以现在市面上留存的呢都是以前那个新政策出来之后，就是禁摩的政策出来之后遗留下来的那些牌照。大概市面上流通的总共是2万多张，也就是所有上海啊，全上海只能有2万多台摩托车可以上路。所以呢，这个摩托车牌照价格真的是非常高，它不会降下来的感觉，因为买掉一张就是少一张。那然后这个摩托车的驾照呢，它是你如果不要开摩托车了，它可以去换成汽车的驾照。当然没有傻瓜会想拿50、60万的摩托车驾照去换成10几万的
上海汽车的驾照，因为那个摩托车驾照你放着非常保值。有人计算过，这样一张车牌大概是100多克的重量，那个价格比黄金高太多了。现在整个世界的经济都在下滑哦，买股票容易下跌，然后汇率呢，买外汇呢，台币一直升值，对不对？就是不知道找什么理财产品的话，可以考虑一下上海的摩托车牌照，非常保值，而且还有很大的升值空间啊！开玩笑，哦，真的是，现在真的整个人非常轻松，感觉要飞起来，要起飞了。感觉今天上午这个请假，公司请假没有白请啊，扣工资也扣得非常值得。下午去公司上班，准备请同事喝手摇饮了。要好好的，真的是庆祝一下，真的是太不容易了。而且我家的距离到这个士林监理站还算方便的啊，骑摩托车过来20几分钟就可以到。那想有一些住的比较远的人，如果真的一次一次来考，真的非常麻烦，公司又要请假，然后路程又远，最主要就是现在的报名系统真的非常麻烦。好了。我把我今天的喜悦分享给大家，希望可以传染给大家，让大家也开心一点。那我们这期分享就先到这里，下一期再见，大家再会。